欢迎收听华瑞投影观点。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又在节目中陪伴您。今天我们要来解读由高盛撰写的报告。如果您最近有在看总经数据的话，看到中国前4个月的这个进口数字暴增了快1/4，第一反应如果是哇，旧经济全面复苏了，那今天这集可能会彻底颠覆您的认识。对，其实大家看到那个名目进口暴增了23.6%，就很容易误以为说，是不是内需大热了这样？没错，但我们翻开这份报告里面的进口成分分解段落，仔细看资金到底买了什么，会发现完全超乎大家的预期。它根本不是什么旧经济复苏，而是一场底层财富正在经历的历史性大腾挪。所以这其实是一种极端的两极化特征，对吧？对，这份报告的数据完全印证了这一点。您知道吗？在这么惊人的进口增量当中，竟然有高达65%仅仅是由2样东西贡献的。等一下，高达65%就只有2样东西。是的，就是半导体跟黄金。那至于那些传统的进口大户，像是能源板块，反而因为绿能替代啊，或者是主动去库存，大幅缩减了。这感觉真的很不寻常。说白了，这就像是一个家庭突然狂刷信用卡，结果你仔细看那个账单，他们根本不是在买什么日常消费品，是没买日用品。对，反而是扛了一个保险箱回家，也就是黄金，然后又砸重金买了一台顶级的生财电脑，也就是半导体设备。哇，这个比喻真的很生动。这个现象其实直接反映了底层资本的焦虑跟期盼。因为您看这份报告，单单黄金进口这一项就占了整体进口增幅的30%。30%都在买黄金。对啊，因为资本管制嘛，再加上大家对房地产这种传统资产波动的担忧，民间资金现在急需这种防御性的转移，大家宁愿承受比较高的内外溢价，也要把钱塞进黄金这个保险箱里面。了解，那半导体进口暴增就是为了那台生财电脑喽？没错，那是为了对接本土产业链升级，还有像 AI 基础设施建设的刚性需求。不过这个资金的总量说到底就这么多吧？既然大笔的钱都砸向了保险箱还有高阶电脑，那一定是有某个地方的资金被狠狠抽干了。确实是这样。高盛在这份报告里其实给出了一个相当震撼的总经结论，就是说，维持了将近20年，一直保持在40%以上的投资占比，现在已经正式步入不可逆的结构性下行通道了。哇，40%的投资时代终结了。那这个资金到底是从哪里撤出的？主要是过去支撑中国 GDP 增长的重型基建跟房地产，现在他们面临了无法跨越的阻力。首先就是资本饱和，能盖房子的建地跟实体开发空间都严重受窄了。空间变小了。对，再来是整体债务跟 GDP 的比例已经跨越了300%的警戒红线。300%，这真的很高哦。非常高，这代表沉重的利息负担直接吃掉了新增信贷，借来的新钱只能拿去还旧债的利息，根本没有实质资金可以投入新项目。哦，这就是所谓的借新还旧吧？是的，而且最后一点，人口少子化也让社会对幼儿园啊、学校这些基建的需求出现了断崖式的萎缩。等等，我想带入一下现在市场上听众可能会有的普遍疑问，就是现在大家不是都在疯狂建设那个 AI 算力中心，还有绿能电网吗？对，这是一个很直观的想法。是啊，难道这些新兴的科技板块投资补不上传统房地产和重型基建萎缩的缺口吗？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但这份报告点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因为这两者的吸金量完全不在同一个量级上。怎么说？您想哦，传统基建是买地、买钢筋、买水泥，动辄就要雇佣几十万名工人。但是您盖一座 AI 算力中心，买完那些非常昂贵的伺服器之后，剩下的就只是少数的高阶工程师了。哦，就是轻资产的概念。没错，
新兴科技板块属于轻资产。这份报告强调，这种轻资产根本填补不了传统房地产跟重型基建留下来的上兆元资金大洞。了解。不过从钢筋水泥转向晶片跟黄金，这种结构优化拉长远来看，感觉上好像还是一件好事。长期来看是好事，没错。但高盛在这份报告中特别警告了，这个转型期会经历非常剧烈的阵痛，主要有2个实质的宏观风险。哪2个风险？第一个是时间差摩擦，如果旧经济像是钢铁、水泥这些产业崩塌得太快，可是新经济又来不及吸收这些庞大的就业人口，就会引发短期的失业和消费收缩，对吧？完全正确。那第2个风险就是2026年下半年的全球贸易壁垒风险。这会影响到半导体吗？会，因为现在大量进口高阶半导体设备，主要是为了做成产品，然后透过全球化出口来变现。如果欧美祭出更严苛的关税跟技术限制，恐怕就会直接切断这个高阶半导体出口变现的循环。也就是说，买了顶级的生菜电脑，最后却可能面临做出来的东西卖不出去的窘境。没错，这确实是转型期最大的隐忧。所以在应对这场范式转移的时候啊，我们必须把目光从总体经济的 GDP 成长率移开。那我们该看什么？这份报告提醒大家，您真正该紧盯的其实是本土的黄金内外移价，这个指标能精准衡量国内避险情绪的沉淀速度。另一个您要看的是数据中心资本支出，用来看新动能的扩张。对，用来检视新动能到底能不能顺利跨越旧经济下滑的缺口。大家千万别放错焦点了。当旧的经济地图已经找不到新大陆，紧盯这些新的关键数据，才是我们现阶段最好的导航罗盘。以上是今天的重点摘要。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追踪华瑞。若您对加入华瑞有兴趣，或是想要与我们进一步联络，欢迎随时与我们联络。警语：本报告提供的资讯仅供参考，并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或买卖操作的推荐。